很多人理財就是一直省，一直存，那就算你中樂透，把自己搞得像個苦行僧。作者就說錯，除非你能管理好你現在擁有的，否則你就不會得到更多，你也會莫名其妙的把錢花光。重點從來就不是你賺多少錢，是你怎麼去管理你賺到的錢。所以讓自己玩得開心，去犒賞自己。你人生中唯一真正在成長的時刻，就是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。有錢人就算怕得要死，他們還是會去做。好，歡迎來到阿冷的書房，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。大家是不是都覺得要變有錢，一定得先賺到超多錢啊？這好像是個常識，對吧？但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，就是為什麼有些人，你看他薪水好像也還好，但日子卻過得越來越富足？今天呢，我們就要來聊聊這本可以說是會直接打醒很多人的書《有錢人和你想的不一樣》。他會告訴你，你對財富的想法可能從一開始就搞錯方向了。書裡的作者哈維·艾克直接就說了：事實上真相是完全相反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連手上那一點點錢都管不好，你覺得宇宙會放心把更多的錢交給你嗎？所以關鍵真的不是你賺了多少，而是你怎麼對待你賺到的每一塊錢。作者就提出一個宇宙級的簡單規則，他說，除非你能管理好你現在擁有的，否則你就不會得到更多。這句話真的超重要。所以如果你常常覺得奇怪，我明明很會賺錢啊，但為什麼錢就是左手進右手出，完全留不住？那今天這個分享你真的要聽好，它可能就是你的救命草哦。我們會來解決3個關於管理跟行動的實戰問題。好，那這3個問題是什麼呢？首先，為什麼管理錢的習慣竟然比你戶頭裡有多少錢還重要？再來，我們會教你一個超實用的方法，叫做6個慣習系統，還要怎麼帶你走向財務自由。最後也是最難的，就是為什麼你必須練習，就算會怕也要採取行動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聊聊第一個問題。說真的，這個觀念可以說是所有財富心態的基礎，基礎打穩了，後面才蓋得上去。書裡面用了一個比喻，我覺得超貼切的，你聽聽看。想象一下哦，一個5歲的小朋友，他連拿1球冰淇淋都搖搖晃晃的，你會直接給他一個3球的大甜筒嗎？不可能嘛，對不對？因為你很清楚他根本 hold 不住，最後一定是冰淇淋掉滿地，搞得一團亂。好，重點來了，其實啊，宇宙看待我們管理金錢的能力，就跟你看待那個小朋友一模一樣哦。我們得先證明給他看，你看我手上這一點點資源，我都可以管得好好的哦。當你證明了這一點，宇宙才會覺得，這個人靠譜，可以給他更多。所以你說是不是習慣比你現在有多少錢重要太多了？作者把這個東西叫做我們的財富藍圖，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財務恆溫器。這就像你家的冷氣，你設定25度，那房間溫度不管外面多熱，它就是會想辦法回到25度。我們的財富也是一樣的。如果你的潛意識裡，你的恆溫器設定在賺錢好難，那就算你中樂透，你也會莫名其妙的把錢花光，讓自己回到那個設定。所以想要真的改变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去調整你內心那個恆溫器的設定。好，所以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了，对吧？心態要先調整。那接下來更重要的就是怎麼做，光想沒有用嘛。別擔心，作者提供了一個超級簡單，但是威力無窮的工具。這個方法就叫做6個罐子理財法。概念很簡單，就是把你每一筆稅後的收入，不管多少都馬上分成6個部分。你看，有50% 是必要支出，然後剩下5個都是10%，分別是財務自由賬戶、玩樂賬戶、長期儲蓄、教育賬戶，還有一個付出賬戶。這6個罐子，每一個都有它超神聖的任務。比如說，財務自由賬戶，這就是你的金雞母，裡面的錢你一輩子都不能花掉哦，只能拿去投資，讓它幫你生出一顆又一顆的金雞蛋，也就是我們說的被動收入。那最好玩的是玩樂賬戶，它剛好相反，你一定要每個月把它花光光，拿去爽，拿去犒賞自己，這一點超級重要。等一下我會告訴你為什麼。那其他的像是長期儲蓄啊、教育啦、付出啦，也都在你的財務人生中扮演着平衡的角色。
好，剛剛講到那個玩樂賬戶，對不對？我跟你說，這就是最多人搞錯的地方。很多人理財就是一直省，一直存，把自己搞得像個苦行僧。作者就說錯，理財的秘訣在於平衡。如果你一直壓抑自己，你的內心、你的靈魂，遲早有一天會大爆炸，然後就把你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毀掉，跑去報復性消費，這絕對不是我們要的嘛。所以讓自己玩得開心，去犒賞自己，才是讓你這套系統可以走得長長久久的關鍵。而且你真的要記住，重點從來就不是你賺多少錢，是你怎麼去管理你賺到的錢。就算你現在一個月每個罐子只能放的10塊錢、1塊錢都沒關係，你就是要開始這個動作。因為一旦你養成了這個管理的習慣，你會很神奇的發現，宇宙好像真的就開始給你越來越多的錢讓你去管理。OK， 到這裡心態我們懂了，工具我們也有了，但真正的大魔王現在才要登場，那就是我們心裡面的那個聲音、那個恐懼、那個抗拒，我們要怎麼克服它，然後真的動起來呢？你看哦，我們的想法、我們的感覺，這些都在我們的內在世界。但是我們想要的財富、想要的好結果，它是在外在世界。這兩個世界如果沒有一座橋把它們連起來，它們就永遠是分開的。作者說，那座唯一的橋樑就叫做行動。那我們為什麼常常不敢行動？答案很簡單，就是害怕。我們每個人都喜歡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，對不對？那裡很溫暖，很安全，誰不喜歡？這很正常。可是你真正想要的那個財富圈，它偏偏就在舒適圈的外面。我知道要踏出去那一步會很不舒服，會很 scary， 但是拜託你相信我，那裡才是你唯一能夠成長的地方。所以作者就教我們一個超有力量的練習，就是對自己宣告。來，現在不管你在哪裡，試着把手放在你的心上，跟我一起大聲念出來：我就算恐懼，也要採取行動。好，再一次。我就算不舒服，也要採取行動。最後一句，這句最難。我就算沒有心情，也要採取行動。你一定要知道哦，有錢人跟窮人最大的差別，真的不是他們不會害怕，他們也會。差別在於，有錢人就算怕得要死，他們還是會去做。所以，請你務必記住這句話：你人生中唯一真正在成長的時刻，就是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。那個不舒服的感覺，它不是要你退縮，它在告訴你：嘿，恭喜你，你正在擴大，你正在變強。好，我們來快速複習一下今天的3個重點。第一，財富是管理出來的，不是光靠賺來的。第二，用6個罐子系統幫你平衡地持續的累積財富。第三，真正的成長發生在舒適圈之外，所以就算會怕，也要行動。最後，我想留一個問題，讓大家好好想一想，也希望你真的去做。就在這個禮拜，你可以採取哪一件，只要1件就好，讓你覺得有點不舒服、有點挑戰的行動，來擴大你自己的財富圈呢？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，請幫我按個喜歡，這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幫助。也別忘了訂閱阿倫的書房，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這樣我們每周才能一起分享更多含金量滿滿的好書哦。那我們下次見。